Yo, welcome back。那今天這個會有點不太一樣。那簡單的講，今天是2026年的8月1號，禮拜六的早上10點半。那其實是這樣啦，我前3天都在小琉球，然後就趁着度假之餘，我就在想一些，如何把我想要拍的影片變得更簡單、更快速的給各位觀眾。For example， 像我們前面2部那個 Jackson， 那2部影片其實是去年的11月左右錄的。那比較尷尬的就是你會看到，前半段的歷史跟後半段的拆解。他同時服務了2種不同的人，但是在歷史的部分非常的冗長，然後在維修的部分其實又很難的做巨細靡遺的去描述，所以你就看到我早期的影片都非常的長，一部都是40分鐘、50分鐘的，因為前半段都在歷史，後半段都在拆解。那像一些關於結構的部分，其實我慢慢的在今年覺得不太需要這麼的一口氣的塞給觀眾，然後我也有一直在想說，關於維修的部分，我們會按照部位以及時代的演進，因為工具會一直進化，零件也會一直進化，那是不是可以逐步的我們把目標瞄向小零件？舉個例，像關於做電路的部分，我們可以先從可變電阻開始，再到 switch， 然後在電路的組裝邏輯的部分，我們又可以再單獨的可能再開一篇關於切單的概念，或者是一些 out of phase 的概念等等的，就是我還是持續的在摸索啦。那關於新品這個部分，其實一直以來在過去應該算是我的專業，但是反而在我開始拍 YouTube 之後，我幾乎都沒有更新。那曾經想過說用直播的方式，就是你們可能看過關於 GNL 的，或者是前面更早一些 Ultra Lux Vintage 還是 Ultra 2的。那比較尷尬的就是說，我覺得直播我們常常會一個不小心就聊太長，然後有一些東西都是屬於比較定向的梗。就是只有某些人知道在講什麼的梗，那個其實我就覺得好像大可不必。所以在小琉球期間，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去做一些像是新品報告啊，或者是一些關於歷史的部分的 podcast， 把歷史就留給把我的頻道當 podcast 聽的讀者。那關於產品的拆解什麼更需要畫面的，我們再來拍等等的，那就剛好啦。Fender Made in Japan 的 Active Modern 剛好上市，然後我就想說，我們來試試看，順便這支琴也有蠻多有趣的細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這就是我們這個頻道的 Podcast 第1集，那也希望你們可能看着喜歡，或許啦，那喜歡的話，請多幫我支持我們的頻道。觀眾仍然有49%是未訂閱者。我也到了這個地步了的。好啦，那我們就開始吧 ，Let's move on。大家好，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我們今天來聊一個 Fender Made in Japan 最新發表，而且我覺得相當值得觀察的一個新系列 Fender Made in Japan Limited Active Modern。那 Limited 的這個字呢，在 Fender 的體系下，其實是有轉正的機會。也就是說 ，Fender 很愛透過像末場或者是 Squire 去做所謂的 Limited， 如果市場的反應比較好，它就會突然間轉正成一個常態的系列，或者是一個會販售3到5年的一個特殊版本。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一共有4款琴，那包含了单的 Strat、单双的 Strat、Tele 以及一支 Jazz Bass。那這一款琴目前已知的定價全部都是275000日幣。然後是在7月24號上市的，也就是在上個禮拜。那我覺得這個系列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它做了非常多獨特的改進，而且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瘋狂，包含了電路板，包含了5個鎖的 Ball-on Plant。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ESP 會不會想要發作一下，因為這個東西應該是 ESP 先玩出來的。我們先來看一下產品本身好了，看一下怎麼看。這個是单的版本，我們可以注意到它是有 binding 的单，然後2.4搖座22格，整體來講是一個非常 modern 的配置。以 Fender Japan 的功力來講，這支琴的本人質感應該是非常的好的。Tele 也可以看到它是22格的，那我們放大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帶了一個 F1 開關，然後痛鈕是雙層的 Modern Bridge， 配上一個22格的 Fretboard。其實整體來講非常的，這邊浮起來哦，應該是護板做的很一敗，本人應該會比較好看，這個看照片會有點恐怖。對，應該是還 OK。對，一樣是帶個 binding 的比較 modern 式的配置，而且它的 bevel cut 這個系列我忘記叫什麼 Aerodyna 的，是不是？它的那個 bevel 其實比較沒有這麼傾斜，這就很看人。然後 tuner 的部分可以看到是高空纜車式的 string tree， 然後比較 modern 式的 tuner， 說是 modern C 的規格，這些詳細我們待會再來看。可以看到明明前面是 F1 開關的啊。這不是 F1 開關嗎？這邊居然是整顆浮起來，好哦。然後對，這邊可以看到這個護板，這護板的肉真的是很厚，基本上可以感受得到這支琴它在 modern 這個定義上面真的很符合日常大概10年前的一個概念，就是 Fender Japan 的最後那一個系列，就是做的很奇花的，像這個貝殼啊，然後這種很獨特的這種。這邊這種 binding 有沒有看到？這個很酷，其實那個細節真的做得很好。然後哇，這個 planter 是凹進去的，有沒有看到？這 planter 是整個凹的，然後5顆螺絲，ESP 的那個5顆螺絲，說是中間這一顆它是可以做調音功能的，不是調音準，是調它的痛。然後 bass 的部分就是21格的，這個也是 modern bass。對，主動式的排列，這個很明顯。對 ，Fender Deluxe Ultra 系列的字體 ，Modern 的 Tuner，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 Strasbourg 的調整也都是優化過的 Modern 版本，有帶一個開關，這個我猜是主被動切換。然後貝殼這些做工都沒有什麼好念的啦。然後這個是凹進去的，對，應該是凹進去吧。其實這樣看有點看不太出來，我先當它是凹的好了。因為他感覺到那個烤漆的光是有一圈的，如果是很暴力的鎖到烤漆凹掉，應該不至於這麼光滑。對，整支琴不讓人討厭。對，我其實覺得是值得期待的，但這支好像台灣並不會上，這就要看到時候的狀況了。規格表上面可以看到，這邊他寫了 Premium Vintage Style Late 15 Single Coil。然後這邊它的雙線圈叫做 Modern Modified Humbucking， 所以它這邊其實講白了，它是一個日常的60末期的單線圈風格，也就是所謂的65、67、69，就是所謂的灰屁股或者是 Jimi Hendrix。然後這個 Humbucker 它叫做 Modern Modified， 它到底 Modify 誰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maybe 是 SH4，maybe。好啦，那我們跳回來，我們直接開始就是讀一些規格表了，因為它現在 Fender 把這一個系列暫時鎖在只有日本的 IP 看得到，那以示尊重 Fender， 那我們就暫時不翻過去，我先查好了。規格表的部分比較有趣啦，就是它目前透露出來這個系列都是 L 的，可是你看哦。我們用這支 Jeff Bass 來看，有沒有看到這個紋路根本就是 H 啊？它就算不是 H， 它也是 Sam。可是，為什麼它這邊還是寫 L 的？對，那我們還是尊重一下人家的規格表，我們就是以它的官方規格為主。那簡單的說，這個系列他們都用 Elder 的 body， 然後有 binding Modern C 的規格，就是比較符合一般人心目中日常 Fender 的那種手感的。然後22格的 Median Jumbo 就是47104 Jessica 的對應規格。然後 Radius 是 9.5 到14英寸，屬於 Compound Radius 的指板，這個也是比較 modern 的地方。然後在高把位的部分，就是它的 heel 這邊，它就是做了這種新型的造型設計，然後使用了
5顆螺絲，然後全系列除了 bass 之外都配有 locking tuner， 然後 Strat 是 2.4 的搖座 ，Tele 是 6.4 的，对，這些規格其實都蠻符合 Modern 這個名稱的，就是它不是要做一個 Vintage 取向的，所以這些完全可以理解。那我們要再講回這個琴，它除了這個高把位的東西很吊詭之外，其實應該可以討論的是這一塊。可以先看看它這個挖槽，可以看到它挖的是雙單雙，它整個外擴是雙單雙，可是很明顯的，它為了要加入底部這個線圈系統，這個線圈，它把它挖了2個橢圓形，以至於它整個看起來非常的奇怪，甚至有一點破壞的感覺。然後這邊以往可能只有 Clapton 跟 Fambora 大猩猩會放的電路板槽，在這邊也被複刻了出來，而且這塊肉是挖的蠻多的。但沒有意外的話，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坨線啊，如果不這樣子挖，可能真的不太好放進去就是了。好，那這塊板子其實就是它這個系列最主要的核心，叫做 Silent Core， 就是安靜線圈。這個 Silent Core 顧名思義就是它是來降噪的。Fender 其實在過去針對 Noiseless 這個部分，它發了很大的力，從所謂的 Noiseless 到 SCN， 再到 Noiseless Free、Noiseless Full、Noiseless Ultra， 那其實 Fender 一直在試着讓所謂的 Noiseless 更能接受大部分的單線圈玩家的喜好。但其實有玩過的人都知道，就是它總是少了一點單線圈的某一種味道。因為傳統的 Noiseless 單線圈，它往往都是由2組線圈或者是上下堆疊的結構去抵消那個沆聲，就是那個底噪。那確實它降低了很多噪音，但是因為拾音器本身的結構改變了，那它從電感到共振頻率還有動態反應，其實也是會跟着變化的。那這也是 Noiseless Pickup 雖然很安靜，但是它的高頻沒有傳統的單線圈這麼樣的算是開闊或者是嘹亮，然後它也很難去做到一些那種中高頻段所謂中聲那種感覺，而 Take 也不會有這麼直接比較刺激的反應。即使到了 Noiseless Ultra， 它還是有這些問題。那這一次 Fender 的 Silent Core，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酷，但是其實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那我這邊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它這個 Silent Core 其實跟過去最大的差別，它是主動式的。過去你可能看到某一些品牌有所謂的降噪線圈，往往都是被動式的。按照目前 Fender 的說法是，它下面這組線圈，它會取得了底噪的聲音之後，逆輸入到拾音器的 ground side 進去，然後再去抵消掉沆雜訊。對，那概念上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2種路徑，就是一個是原本的單線圈，它就是負責琴的聲音，那它會收到環境的雜訊。那另外一個線圈呢，它是負責收集跟辨別雜訊的方向跟訊號的。所以兩邊的互相抵消之後，系統就會發出來一個被 Silent Core 有解決掉沆雜訊之後的單線圈訊號。這個系統重要的地方在哪？就是比起 Fender 過去，你如果要解決掉 Noiseless 的那種比較不像單線圈的表現，你必須要換掉整顆 Noiseless。這一組線圈的誕生，也就是說，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更換你這個單線圈，你可以不喜歡原廠單線圈就把它換掉，同時你還能保有我沒有底噪的這個特性。但是這個大前提呢，它是需要有一個東西去支持它的。看有沒有圖，我記得有看到圖才對啊。大家都把那個圖撤掉了嗎？好，那簡單的說，如果你現在把這個單線圈換掉了，它這個降底噪的系統呢，它仍然可以支持你的新的拾音器，但是你需要去調整這塊電路板背面的小可變電阻。那這塊小可變電阻，它的另外一面會出現在電池槽下面，也就是你把電池拔掉，就會看到有幾個，好像4個小可變電阻吧。你這邊應該3個，那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到，就是讓他們的底噪能互相抵消就可以了。所以其實這一套系統，我個人認為是值得期待，也還蠻有趣的。就是像過去我如果想要做一些降噪實驗，我只能用 Johnson 的 SSC 系統，就是它有一個叫做 Silent Single Coil System 吧。
對，就是它在那個彈簧背蓋後面會有一個線圈的那個東西，然後你可以透過安裝跟移除它去決定你這個琴它要不要降噪模式，但是它對拾音器是挑的，所以像你如果想要研究 Tesla Spatial 的降噪就辦不到了。對，我剛剛講到一個很關鍵的詞，就是假如你有這套系統的話，你甚至有機會讓你的 Tesla Spatial 完全無底噪。這個其實對於我這種就是前 Fender nerd， 我一定要講前，對，然後就會非常的有吸引力。那同時呢，我覺得這套系統它的結構其實也比 Music Man 的那個也叫做 SSC 還是什麼的那個系統還要來得簡單，因為 Music Man 的那個是透過加入電感跟一些線圈的結構去做降噪，那個的移動方式跟 Johnson 一樣，就是蠻複雜的。反而 Fender 的這一套，我目前覺得就是動一點木工就可以有了。不是這個好像更複雜欸。但是好啦，因為主要是它可以主動的去匹配別的拾音器，這個很有說服力。因為 Music Man 也好 ，Johnson 也好，其實辦不到。然後 Bill Lawrence 在以前也有發展過一個叫 Dummy Coil 的系統，然後他是把它塞在那個電路槽裡面的。這個在後來有一個品牌叫 Vintage Wilkinson 那個牌子 Vintage Guitar， 它有那個什麼 Summer of Love 那一支 Thomas Blog， 它的琴裡面就有放。那它也是透過那個線圈去做降噪的，那個也很簡單，但是它的效果依然有限。好，所以我其實個人很期待這套系統它的具體表現的。好，然後第二個東西是它有一個叫做，我發现它，因為這是Ishibashi系，它的官網封掉之後，好多資訊都不見了。它這邊還有一個新的系統叫做 Turbo Tone Boost。這個 Turbo Tone Boost 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透過 push 的 volume knob 然後去啟動的。這個東西其實它的概念，我覺得也很有趣。就是在過去我們想到的吉他身上的 boost， 其實大概都是所謂的 gain boost 或是 volume boost， 其實不外乎就是要讓聲音變大聲。但是它這個 Turbo Tone Boost 的系統呢，它更有趣的地方是，它目標是要去增加線圈的纏繞數。我們看到這邊 number of winding on the single coil。不是這個很有趣，因為增加線圈數它帶來的音色是不一樣的。这個在我以前的影片裡面，我一直在跟人家強調，就是出力大不代表凶，出力大它代表的是你的高頻會相對的衰弱，然後在中頻跟中低頻的部分，它會明顯的被推出來。所以你的中頻會比較飽滿，但是你的高頻會變暗一點點。然後你去推一些 overdrive 或者是 distortion， 甚至直接去推音箱，你會覺得它的出力比較大。當年會被說歐姆值大等於出力大的觀念是來自這的。那之後我可能也會拍一片跟大家分享一些拾音器的基本概念，可能會有點冗長，因為我想要結合一位拾音器的傳奇大師的一生跟你們分享，那敬請期待一下。好啦，那講回來，就是這套系統我覺得值得期待它的表現，但我也很懷疑它具體能帶來什麼樣的感覺，還是它就是單純一個主動式的線路去模擬這個所謂的高頻收斂，然後中低頻往上推的感覺，這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可以講的是 Fender 過去的 Boost 系統都能對應任何一款拾音器，所以目前這樣子看，這個 Active Modern 系列應該是可以拿來亂改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你的拾音器可以改，你的電路不能改，對，然後搖座來改個 Vega Trend 吧，考慮一下。我們還有一些備貨，對，到貨之後，大家反應很劇烈，我蠻驚喜的。那 anyway， 我們還有一些少量的庫存。好，然後在 Jeff Bass 的部分其實比較有趣，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寫，我的筆記有啦，可是官網好像。對，因為我現在只剩Ishibashi，我要尊重 Fender 的話就Ishibashi了，我要不尊重 Fender 的話我就直接。好，那我們這邊再講一下 Jeff Bass， 不要讓別人都覺得我好像都不在乎 Bass 一樣。那 Jeff Bass 的部分呢，它這套電路其實沒意外就是過去末場的那一套叫做 Active Deluxe Active Jeff Bass 那一套電路，就是它是兩組 Valen， 然後這邊是高低頻。
然後配上一個被動式的痛鈕。那以前我記得是做搖頭開關的，那這次是做成 push 的，然後它一樣有 silent coil 系統，只是它就沒有 turbo tone 了。然後在 bridge 的部分，它配的是 high max 這一套比較棒的地方是，它可以 top load 也可以 full body load， 這一點比它的 Tele 版我覺得又在貼心了不少，因為 Tele 版的這一款是沒辦法 top load 的。然後它背後一樣維持了5個螺絲孔。然後 radius 是 compound radius， 我真的不太知道 Bass 現在有沒有喜歡用 compound radius。然後它的 compound 一樣是 9.5 到14，然後21格的設計。對，那目前這樣子看啊，它感覺就比較像是過去的末場的 Deluxe Active， 然後配上了 Silent Coil。那一樣好處就是拾音器可以隨便你換。然後這一套電路你愛拆不拆，我真的不知道它結合的程度怎麼樣。因為目前我們透過吉他的畫面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應該是長在電路板上的。你看這條板子配上這個藍白色的線出來，應該是透過這個做所謂的 turbo tone。所以 Jeff Bass 的版本會怎麼走，就很讓人好奇。就是它是不是獨立一個所謂的 silent coil， 這不得而知，還是說那個 silent coil 根本是被動式的，不知道，我也蠻好奇的。那等於說這個貝斯我覺得很值得提出來聊聊看，就是未來有機會我也會想要猜猜看這支 Jeff Bass 它到底葫蘆賣什麼料，也可以讓人更了解這個叫做 silent coil 的系統它是什麼樣的東西。好啦，那我們的第一次 podcast 就不要玩太長了，我們就到這邊，因為我覺得我把這個產品的重點大概都已經講完了。對，Active Modern 它跟過去的 Northlift 系列的 Fender 其實很不一樣，這一點我覺得我是給予嘉許的，因為我一直很怕 Fender 在 Northlift 這一塊走不出去，特別是 Northlift Pickup 已經出到了這麼後面的世代，它依然有那一些很基本的問題，加上很多琴真的想要装 Northlift Pickup 其實是裝不了的，这個我們之前影片有簡單的提過，就是上下堆疊式的拾音器的缺點。然後再來就是 Silent Coil 它這個東西，它具體它能廣泛的配合到什麼程度？像我剛剛提出的 Tesla Special， 它是一個算是底噪蠻大的好用的單線圈，那或者是像 Bell Lawrence 的 L250 那一顆單線圈，那個那麼偏激的風格，而且還蠻乾淨的拾音器，這個 Silent Coil 它能不能給予相應的支持？這是一個令人蠻好奇的問題。那單從產品的概念來看的話 ，Made in Japan Limited Active Modern 它其實不是一個很單純的 Fender Made in Japan 的產品，因為 Fender Made in Japan 的產品在過去這幾年口碑其實真的上來非常非常多，然後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哇，他們會出現很特別的顏色，然後非常漂亮的做工等等等等的。但這一款 Active Modern 它意外的是，它居然採取了一個用新技術的方式來吸引一些比較 nerd 的消費者。因為像對我而言，我喜歡去玩一些比較特別、比較有趣的一些 Fender 新概念的產品。那這一支完全有打到我，雖然目前不知道台灣到底會不會進啦，但是我真的很期待台灣會進。那 even 就是去日本買一支，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台灣會進。好了，那如果你喜歡這種 podcast 風格的話，還請留言多支持一下呢。沒有訂閱的，拜託啦，去訂閱一下啦，真的。好了，那我們這一部 podcast 第一部就先到這邊，希望你們看得喜歡。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